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由连景张武老师和江岛多圭南老师一起设计的史上最强组合金刚——飞虎豹王。Nice， 真消费才敢说真话。哎呀，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最新一期的变玩史记，我是老王。好久又没做史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他呀？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玩具呢，是来自我们天尊时代系列最新的这一款指挥官级别的洗衣机啊。其实说来也尴尬，因为之前收集的几个混天豹的成员啊，在我腿受伤的那段时间啊，我把它给卖掉了。这两天我又重新把它买回来了，只不过还没到货。这个组合的话呢，我们等到全部收齐之后再说吧，毕竟它还有一个成员没出。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这款洗衣机。其实我讲实话呀，就这个家伙怎么说呢？虽然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喜欢的，但是还是把它加入了我们变玩史记的行列。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连景张武老师现在的这种以框架为核心主导的这种合体的方式，我觉得依旧是一个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存在。尤其是这次，我觉得它的腿部的设计实在是有点太尴尬了。不过我讲句实在话呢，相比于银剑，我觉得袭击它从某些角度上来说，它的处理方式要好一些。毕竟呢，根据原设呢，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拖车的部分，当然大家也知道，它的拖车依旧是跟车头是分开来变形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呢，相比于银剑这个苍蝇拍式的这个坑爹的收纳要好太多了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吧。首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车型的方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车非常的长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度吧。从车头到车尾，整体长度已经达到了39公分左右啊！我们放到前面一点，有39公分左右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这个合体金刚里边应该是长度最长的一个载具形态。当然，它的设定的关系呢，它在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可以左右摇摆的机构，当然滚动性呢自然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从车型的造型来看呢，问题比较大的一个点是，它前方的这个炮管呢略微的有一些短啊。怎么说呢？其实你看啊，它在这里做了一个这个炮管是一个插拔件啊。我觉得后续可能如果说配件包的话呢，它会做一个给这个炮管进行一个延长啊。毕竟在你组合完成之后，它整个的一个合体形态也是显得这个炮管是有些略短的啊。这个车头和车厢呢是从这里进行一个连接嘛，你可以把它给单独的拿下来。当然这里你要注意了，它这个连接是非常松的。如果说你想单独提着车头或者是这个拖挂把它给提起来的话是不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车头的部分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很简单了，你甚至说你翻到底盘来看，一眼就知道它是怎么变形的。两个手往上一收，两个腿往后一折就变完了，很简单啊。滚动性呢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的两个这个后车轮给了这个铆钉啊，但是它这次竟然回归了一些卡扣轮的设计，这是让我有些不能理解的。那这个拖挂的部分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呀？在它这个合体形态的屁股这个位置，它给了你一个这个辅助轮，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这个车头啊，这个拖挂它也可以推车啊，非常神奇。而且呢，它的这个炮管呢，它是有一个旋转的功能的，这样呢就可以当做一个所谓的某种这个神奇的小兵器啊，这个自走炮啊。当然，其实你看这里有卡扣对吧？它应该是可以在车型状态下也是把这个吵闹之类你放在上面啊，进行一个收纳啊，也是完全可以的啊。OK， 我们来看它的单体的变形啊。首先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的腿整个的打开，两边一起打开，然后呢，把它这个脚掌跟这个位置有个卡扣把它解开之后呢，进行一个180度翻折啊。这两个绿色零件其实你现在可以给它收到里面，然后呢，把它给这样再扣回来，两个脚掌呢打平，翻出它的脚后跟啊。这里值得一提是，其实它的脚掌跟大无畏的那个脚掌，跟银剑那个脚掌，它的结构是一样的，也是作为一个合体连接件的存在。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它的两个腿呢给分开。你可以注意到，它在这次这个腿这里，它是给了你一个齿轮的啊，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对吧？哎，这个很不错，非常扎实啊。然后我们来看它的手臂的部分，手臂呢，首先从这个地方啊，整个把它往外拔，然后呢把它给旋转出来之后呢，往下旋转，然后呢这个手呢翻折90度之后呢旋转180度，再把它的这个手掌呢从里面翻出来啊。两个手变好之后呢，是这个背包的部分。背包呢，你可以先把它这样整个的先打开一下，连着这个大头啊，把这个背包呢往外这样弯出来。然后呢，它里面收纳两个，我称之为这个假炮管啊，我们把它给翻出来啊，操，好尴尬啊这个。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合体大头这一块呢再收回去啊，然后再把这一块呢整个的往下弯折，这一块呢扣到后面来，之后呢这个脑袋把它旋转180度之后呢，把它给扣下来。OK， 那我们的这个袭击它单体的人形状态
就变形完毕。其实和我们之前的银剑一样，袭击单体呢也是采用一个比较简略的这种变形的方式啊。其实从正面来看，单体人形呈现的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侧面，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按照原设呢，它本来袭击是它是不会分开的，它是一体整个变形的，所以说它的背包应该是这一块。但是因为如果说你不把这个炮管加上去，它的造型也不还原。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炮管加在这个所谓的假的这个背包上，这个造型依旧也是尴尬的令人脚趾抠出2里地。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吧。其实除了这个背包的处理之外呢，我觉得它人形还算是没有太大毛病。刚才我们说过，这款玩具单体来看很扎实。这怎么说呢？这个地方的齿纹比我们之前见到的汽车大师啊和银剑的都要更加的紧实，整体摇一摇晃一晃，这个一体性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是它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吧。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没什么多好说的，因为本身结构也很简单啊，也很简单。不过我觉得袭击单体人形非常需要吐槽的一点是，它在这个模式下是没有自己的手持武器的。对，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阉割还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你想给他说我也想要武器，那怎么办？有2种解决方式。第一种，我们来一个点头哈腰啊，直接使用背上2个炮管当做武器啊。那如果说我不喜欢点头哈腰怎么办呢？其实也有办法。看，我把这个拿下来，把这个拿下来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不需要的连接件，你把这个插在上面，然后再把它插到手上啊，你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武器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不需要连接件，上哪找？这个不关我的事啊。OK， 那它其实还有一个所谓的炮台形态，但是也是跟银剑的那个一样，非常的扯，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直接来进入到它的合体模式的一个变形吧。我觉得合体模式才是这款玩具它最大的问题所在啊。OK， 变形合体模式，我们还是把这个手呢先给它收回去啊，然后呢，背包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先把它给打开啊，打开头呢先翻出来，把这个合体大头呢我们先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脑袋啊旋转180度，把它这样收进来，再把这个合体模式的这个整个的背包呢给扣下来。同样的这个位置我们给它再收回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大头混天豹啊变形完成啊。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它的2个手旋转180度，然后呢让它整个的向后旋转90度。你可以注意到在它肩膀这个位置有一个卡扣啊，我们现在需要是把它这个腿啊整个的跟汽车大师那个是一个意思，需要向上进行一个弯折啊。这一块我们先打开，然后呢把这一块整个的做一个 Z 字的折叠，再把它扣上。我们现在需要怎么样呢？让它脚板上的这个凹洞对上它肩膀上的这个卡扣啊，把它得整个的往上合上去，这个样子。另外一边进行变形啊。2个腿合好之后呢，你要注意在它的这个大头上呢，这个中间的这个凸起的位置，我们需要给它这样翻出来。我不得不说，这个混天豹的这个头雕真的非常好看啊，相当的帅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合体框架的部分。合体框架呢，首先我们需要还是进行一下拆分，把这一块板呢先往后这样翻一下，然后呢把它整个底下的这一块底盘呢给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依然是这种框架式的这个双臂啊。我把它给分开，这个怎么变形呢？依然还是跟之前的差不多啊。我们把它给整个的给这样翻开，它是怎么说呢？到时候你把这个合体的成员插上之后呢，有一个联动的机构吧。不过呢，你可以发现混天豹这一只啊，它的这个关节非常的紧啊，非常紧。所以说我建议，如果说到时候你合体的话呢，你还是先把它这个单体的成员分成2半之后呢，再插到这个框架上去，这样才会比较好操作啊。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剩下的这个托板的部分啊。首先呢，这一块我们需要这样把这2块这样的这个东东啊给翻出来，这其实它的2个脚后跟啊。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一块先打直，然后呢再从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弯折啊。翻到上方来看呢，这个合体的不是这个车厢的连接件，我们先把它往后这样扣一下，然后呢这个上面这一块旋转一下，之后呢从它大腿根这个位置整个的往后进行90度的翻折啊。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把它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啊，它的这个框架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一块板。它到时候跟这个飞天虎什么是不一样，它是把这个成员啊放到它前面这个位置啊。这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后面这块板先往后折叠180度啊，然后呢把它2个腿啊这样分开，分开之后呢进行一个180度旋转，然后呢放到正面来啊。你发现现在一个2足步行自走炮的一个模式啊，非常尴尬。
攀高一下机位之后呢，首先这个地方啊，它这个背包是不能直接这样翻开的啊，你需要先把这两个炮管翻开，再把这个背包翻开，再把这个炮管翻回来，这样才行。胸甲的部分呢，先把它的两边这个机翼打开之后呢，放到前面来啊，这样我们的合体的准备工作呢就准备完成了。OK， 我们来组装啊。首先你需要把这个袭击主体呢这样插到它这个框架上，它底下是有个大的卡扣的，你可以看到它插的非常的紧啊，你晃是晃不开的啊，这个紧实度可以说非常好了啊。然后呢，后方的背包我们把它给这样放上来，它还是这里有一个凸起，对应它屁股这个位置一个凹洞啊，把这个位置给往前结合。结合的同时呢，你可以注意到它两臂这个位置卡扣跟它背包侧面是有一个咬合的啊。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卡扣给扣上，它整个的一个一体性就已经非常好了。然后我们再把两个炮管这样往前合过来，就这个东它有一个非常尴尬的设计，这个双炮管或者说双重背包的一个设计。看到，因为它单体做的这个假炮啊，它是没有办法进行收纳的，所以就会呈现说我的这个合体的大炮和这个单体的小炮同时出现了一个双重背包的效果。我不得不佩服一下连景老师在这方面卓越的想象力。OK， 然后呢，这里两个卡扣对应上它胸甲的这个位置，我们需要把它这个胸甲呢再往前进行一个结合啊。然后两个裙甲我们把它给放下来啊，这个主体的位置做好了。然后呢，两个手呢区分一下左右啊，还是直接的，跟银剑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直接插到它人形单体脚部的这个位置来进行一个结合。那我们混天豹的这个合体框架的模式就已经组装完成了。就这个框架我怎么评价呢？其实我本来以为，我听说他的两个腿的成员是要做成这个 V 级别的时候，我以为是不是他腿部取消了框架这个设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大力神的成员他腿部也是 V 级的，但是他这次使用框架的方式倒是意外的我不知道是连景老师他有一种神奇的巧思，还是说这就是连景老师为了框架而框架的这么一个设计啊。这两块这个破板子呀，你放在这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如果说你要增加它的稳定性的话，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呈现的方式啊。这个框架放到这，我靠，真的是啊！尤其是你说它为了保全这个设计，看到吗？它的接地位置在这个地方啊。你见过什么人他这个接地在小腿中间呢？我靠啊！这真的让我很不能理解的。啊，首先我的思路是什么样？我先跟大家说我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我要这样的话，我可能会保留它上半部分的这个框架，啊，而下半部分我会把它单独拿下来，怎么样呢？让它变成一个脚板的配件，对吧？让它变成一个脚板的配件，啊，直接插到这个它的脚底下，这样它的接地起码来说不会出现在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万分尴尬的位置。我的天哪，我实在想不通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对于它人形呈现的问题最大的就是到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玩具的腿很短，为啥呀？因为它小腿，你从视觉上来说，小腿就只有这么一块，对吧？它剩下的全是脚的位置。当然，其实在它那个单体上吵闹什么呈现，其实也是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啊。就这个美型度，我当时称之为猩猩队长啊。这猩猩队长大家都知道，这个手长腿短嘛，对吧？就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当然，其实我发现这款玩具它的合体有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要比它本来的呈现方式好很多。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由连景张武老师和江岛多圭南老师一起设计的史上最强组合金刚飞虎豹王。怎么说呢？我偶然间发现啊，这个飞天虎的这个手脚跟混天豹的这个主体放在一起搭配，竟然意外的和谐。你可以看到，就怎么说呢？飞天虎的话呢，它组合完之后是显得手臂太长了。而混天豹呢是腿短，啊，把他俩一结合，正好弥补了对方的缺点。我的天哪，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样一个组合形态怎么样？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不论是比单独看飞天虎还是单独看混天豹，都是要更加帅的一个形态。当然，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传世线、天尊时代线的玩具合体金刚的玩具，它做这种统一规格的这种接口，啊，才使得我们的飞虎豹王能够有一个出现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比它单独合体来的要好太多了啊！当然，我觉得不管是飞天虎还是混天豹，未来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个配件包的。混天豹的话，我们也是看看到时候配件包能够给它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想飞虎豹王才是他们俩最好的归宿了。OK， 那我们最后还是总结一下，怎么说呢？其实到了这款混天豹啊，
它给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框架而框架。其实你单体的成本都提升到危级了，你腿部其实完全可以不用框架，但是林鼎张武老师还是非要使用这个框架，这也就导致了他尴尬的这个断腿接地的设计。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让人说不上来啊！就为了框架而框架，你说这还有意义吗？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些框架合体金刚需要反思的一个东西啊！你可以用框架，但是你这个效果你得给我做好的呀，对吧？那谁家他妈混天豹那双背包再加上这个是吧腿断，你搁谁受得了这设计啊？不过我刚才一开始就说过，相比于大无畏，我觉得我更喜欢这款混天豹多一点什么呀？首先这个头雕非常帅，其次这个一体性紧实度这方面确实比之前大无畏和飞天虎要好一些啊，这是它确实有的这个优点吧，行吧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个。如果喜欢视频的话，请千万不要忘了1键3连 KO 场的建设需要你的协助。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